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首先要好多謝大家對我哋非常寵物系列中關於貓貓各種心理特徵嘅專題特別支持。嚟緊我哋會嘗試發掘世界各地更多貓貓嘅紀實片段俾大家參考，放低任何專家或者科學層面嘅推論，誠意邀請大家一齊嚟陪我哋去探索，見證唔同經歷背景嘅貓貓係點樣曾經為人類留下各種感動事蹟。今集我哋再次到訪呢個被譽為世界貓城、流浪貓天堂嘅土耳其。除咗上集我哋曾經介紹過肉店老闆同流浪貓嘅友誼故事之外，呢次我哋嚟換個角度，研究一下當地對流浪貓嘅醫療水平同埋福利係點嘅呢？以及探討點解貓可以喺當地醫院中分別同醫生、護士、病人扯上關係，竟然令到佢哋嘅故事可以街知巷聞。相信對大部分貓貓嚟講，去親睇獸醫都唔會感到好過，包括埋佢哋嘅主人，可能連帶佢去都會覺得好大壓力。不過，對於生活喺土耳其嘅流浪貓，佢哋對去醫院睇獸醫嘅態度同信任，似乎就截然不同。首先要知道喺土耳其，流浪貓就好似享有公民權利一樣。當地政府同市政機構會定期為佢哋提供免費嘅疫苗接種同絕育手術，而且有唔少獸醫診所會對流浪動物提供優惠甚至免費治療。當然，就算你唔係一隻貓，如果你冇錢，身為公民都可以去急症室獲得免費嘅緊急醫療服務。唔通真係因為當地有咁完善嘅醫療制度，連貓貓都會特別聰明？就好似發生喺2022年一間公立醫院嘅 CCTV 所見，影到呢隻叫 Dapso 嘅黑白流浪貓成功繞過當值嘅保安人員，前往急症室入口。畫面中隱約可以見到佢有隻腳好似受咗傷，佢仲喺走廊度不時徘徊，似乎想引起工作人員嘅注意。好彩，好快真係有位當值嘅護士及時發現咗佢，於是立即將佢抱起，放喺凳上面試下同佢檢查，發現原來係腳骨骨折，於是同佢包紮好傷口，再用夾板固定，避免再次受傷啦。幾日後，呢隻貓又識得自己再返到嚟醫院做傷勢檢查。5 yıldır Tatan Devlet Hastanesi'nde hemşire olarak çalışıyorum. Çalışırken içeri bir... 由於醫院完全唔清楚呢隻貓嘅來歷以及點解佢會受傷，工作人員就為佢改咗個名叫 Dapso， 沿用返佢哋之前收養過一隻已去世嘅貓嘅名。或者你會好驚訝，點解貓竟然好似人咁會自己走去睇急症㗎？但其實呢種情況喺過去幾年喺土耳其都唔係乜嘢罕見嘅事。例如有流浪貓媽媽會識得帶住自己患眼部感染嘅幾隻貓仔，逐一帶去當地嘅醫院求醫。而較近期發生喺上年，又有一隻叫阿利虎文嘅流浪貓仔喺凌晨5點鐘仲未天光嗰陣，自己走咗入動物醫院。最先發現呢隻貓仔係一位住院嘅實習醫生，當時冇懷疑，仲同佢玩咗一陣。後嚟呢隻貓仔一直都留喺醫院。等到當日嘅上晝，負責外科嘅醫生返工嗰時，發現呢隻貓仔一路跟住佢哋去到外科診所，甚至仲坐喺病人家屬嘅大髀度，直到大約11點鐘左右，有醫生想摸下佢嗰時，先發現呢隻流浪貓仔似乎有呼吸問題，於是即刻同佢做 X 光檢查，見到原來係橫膈膜穿咗，隨即幫佢做手術搶救，算係執返條命。手術後，參與咗今次手術嘅實習醫生仲幫佢改咗個名叫阿利。Sonra gündüz kliniğe geldiğimizde cerrahi kliniğine bir baktık. 後嚟接受媒體訪問嘅主診醫生表示，
呢隻貓仔似乎知道自己身體有事，所以自行嚟到醫院，並揀選咗外科診所。呢種情況喺過去都發生過，有啲流浪動物會識得主動嚟到醫院尋求幫助，所以當地人覺得呢種事一啲都唔稀奇。不過，同樣都係發生喺醫院嘅事，就有位當地去睇急症嘅男人叫 Jingis， 覺得自己同醫院貓嘅遭遇好特別，甚至令佢非常感動，而佢都係有養貓嘅人。重溫返發生喺2022年 ，Jingis 因為偏頭痛發作得好嚴重，喺晚上11點俾朋友送咗去就近嘅公立醫院睇急症。佢喺醫院逗留咗差唔多成6個鐘頭，期間有隻醫院放養嘅貓一直陪住喺佢身邊，1分鐘都冇離開過。佢記得當時真係痛到大叫，眼淚係咁流，仲嘔咗好幾次。而嗰隻貓竟然照舐佢個嘴同手，甚至想幫佢抹埋眼淚。喺做 CT 掃描同磁力共振嘅期間，隻貓都係會跟住佢走入去㗎。後嚟醫護人員幫佢注射咗鎮靜劑後，成個人開始變得有啲迷糊。嗰時佢朋友想抱走隻貓，但佢堅持話唔好，同時隻貓都唔肯離開。但因為醫生同護士要將佢搬去一個無菌嘅房間繼續治療，最後只好逼住將佢哋分開。根據醫院的職員嘅觀察，嗰隻貓喺佢原本瞓喺病床度，似乎等佢返嚟。佢哋都忍唔住問，點解呢隻貓會咁黐你嘅？醫院裏面咁多病人都未見過隻貓有咁嘅情況。呢次經歷令 Jingis 覺得好榮幸，感覺好幸福。佢強調貓真係好有愛，對人類嘅感受特別敏感。後嚟 Jingis 再次返到醫院，想揾返當日陪住佢嗰隻貓，但可惜未見到佢。佢向媒體表示考慮緊想領養呢隻貓，因為覺得同佢之間有種心靈聯繫。睇到呢度，你屋企有冇貓貓啊？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諗法同經歷。留意啊，我哋嘅頻道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 嘅功能。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內容，想鼓勵我哋繼續創作，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同埋多啲同鍾意貓貓嘅朋友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